堂哥的儿子考上2本，他直接摆了40桌，发出去的请柬上还写着好酒管够，兄弟们敞开了喝。我看到这行字，立马察觉到不对，于是，在宴席开始前一天，我悄悄把20万存款转给了老婆。果然，升学宴结束后，堂哥直接拉住了我，兄弟，差8万，先借我应急。我笑了笑，直接掏出了手机，余额那一栏明晃晃的写着127.5元。堂哥秦守的电话打来时，我正在厨房给老婆贾圆圆帮忙。听到铃声，贾圆圆的脸色立马变得难看。去接吧，估计又是你那个堂哥。我无奈的叹了口气，走到客厅，拿起手机。电话那头秦守的声音透着一股压不住的兴奋。喂，阿哲，天大的好事，我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考上了南山理工。南山理工就是个普通2本，在我们这个小城，每年都招不满。但我没有多说，只是敷衍的附和他。挺好的，恭喜了。那是也不看是谁的种。我跟你说，我准备给他大办一场升学宴，就在咱们市里最好的那个万豪酒店。我打听过了，一桌3800，我准备摆40桌。我忍不住开口，哥，这是不是太铺张了？秦守的声音一下子就拔高了。我秦守的儿子考上大学，一辈子就这一次，怎么能叫铺张？再说了，我差这点钱吗？请柬我过2天给你送过去，好酒管够，你把咱们那帮兄弟都叫上，让他们敞开了喝。说完，他就挂了电话。我知道他这些话是说给旁边的工友听的。据我了解，他在城郊一个建筑队干活，1个月累死累活也就5000块。他老婆在超市做收银，1个月3000。他们2口子要养家，还要供着秦昊读书，根本攒不下钱。这次估计是打上我们这帮亲戚的主意。听到秦守挂了电话，贾圆圆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你堂哥说什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放下手机，抬头看向贾圆圆。秦守要给秦昊办升学宴，40桌，万豪酒店，好酒管够。贾圆圆愣住了，她比我还清楚秦守家的底细。他这是要把所有亲戚朋友都算计进去啊？这种宴席名为庆祝，实为敛财。可就算40桌坐满，一桌收个1000块礼金，也才4万块，连酒水店钱都不够，剩下的窟窿他打算怎么填？贾圆圆立马想到了这一点，满眼担忧的看着我。他到时候肯定会找你，你是他亲弟弟。我知道。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20.217块5。这笔钱是我跟贾圆圆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准备明年买套小学旁边的房子。贾圆圆为难的看着我，他要是开口，我们借还是不借？借就打了水漂，不借妈那边交代不过去，亲戚们唾沫星子都能淹死咱们。我思考了一会，突然有了主意。老婆，我们把钱转一下。我拿出我的手机，打开银行案，我们2个的工资卡都在我这，我每个月把钱归集到一张卡上，这张卡在我名下。我把这20万全部转到你的卡里，你那张卡你自己收好，密码别告诉我。贾圆圆立马就懂了我的意思。但是你这方法行吗？万一他闹起来怎么办？我冷笑一声，他再怎么闹，我卡里也没钱，而且他只会觉得我没本事，这就是他想看到的。贾圆圆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现在就等他给我送请柬了。第2天晚上，秦守亲自来送请柬了。我打开门，秦守喜气洋洋地站在门外，把请柬递给了我。我接过来翻看，请柬的最下面果然有一行手写上去的字：好酒管够，兄弟们敞开喝。我合上请柬，带着秦守进了屋子。秦守直接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没拆封的烟，来一根嘛。我摆了摆手，拒绝了。秦守把烟收回去，靠在沙发上看着我。阿哲，不是我说你，你也该抓紧了。我儿子都上大学了，你这还没动静，以后怎么办？闻言，贾圆圆的脸色立马沉了下去。我连忙安抚性的拉住她的手，随后冲着秦守笑了笑。这种事急不得。再说我和圆圆还想多轻松几年呢。秦守听到我的话，直接轻蔑一笑：养儿防老，你懂不懂？你看我现在多有面子，浩浩考上大学，我走到哪，人家都对我竖大拇指。前天我们工地的老板，那个姓王的，还特地给我放了3天假，说让我好好操办一下，这就叫尊重。我实在不想再听他吹嘘，直接开始转移话题。哥，你这次办升学宴预算是多少？秦守愣了一下，随即大手一挥：没算过，这种喜事算钱就俗了。总之怎么风光怎么来，钱不够了，咱们这么多亲戚朋友，还能让我一个人扛着吗？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瞟了我一眼，我心里冷笑，脸上却不动声色。那是，哥，你人缘好。秦守很满意我的回答，笑着点了点头。到时候你早点过去帮忙，你是他亲叔，多上点心。他又坐了一会，快10点的时候才站起来准备走。对了，阿哲，你现在1个月挣多少？老样子，7、8千。秦守眼里闪过一丝轻蔑，那也还行吧，好好干。说完，他就离开了。这几天亲戚群里简直是炸开了锅，秦守把秦昊的录取通知书照片，还有万豪酒店的预订合同都发到了群里，下面一水的恭维和吹捧。浩浩出息了，咱们老秦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40桌啊，还是万豪，阿守太有实力了。秦守很享受这种吹捧，时不时在群里发个红包，然后说几句场面话。都是一家人，应该的。浩浩也是大家的子侄，他有出息，我也跟着沾光。就在这时，大伯突然在群里提到了我。阿哲，你堂哥这次这么大场面，你这个当弟弟的可得好好表示表示。我看到这条信息，直接冷笑了一声。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示。贾圆圆也看到了消息，转头看向我。你看，压力来了吧？这才哪到哪，大戏还没开场呢，你就好好等着吧。这才哪到哪，大戏还没开场呢，你就好好等着吧。升学宴那天，我跟贾圆圆早早就到了万豪酒店。秦守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站在门口迎宾。我嫂子站在他旁边，看见我，秦守立马热情地迎了上来。阿哲来了，快进去坐。今天说好了，
不醉不归。我把一个厚厚的红包递过去，哥，恭喜恭喜！秦手接过红包，捏了捏厚度，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你看看，还得是亲兄弟，快进去坐吧。我和贾圆圆走进了宴会厅，来参加升学宴的大部分都是秦手工地上的朋友，还有家里的亲戚。我拉着贾圆圆找了个最靠边的角落坐下。宴席很快开始，秦手拿着麦克风走上台，他先是感谢了各位来宾，然后开始讲他这些年如何含辛茹苦，终于把儿子培养成才。台下，他的那些工友们大声叫好，大伯他们也带头鼓掌。席间，秦手端着酒杯，一桌一桌的敬酒。他绕了一圈，终于来到我们这桌。阿哲，我儿子有出息，你这个当叔的高不高兴？我站起来，端起酒杯，高兴，哥，我敬你一杯，你辛苦了。秦手很满意，他又指着贾圆圆，弟妹，你也得喝，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贾圆圆闻言，立马皱起眉。哥，我不会喝酒。秦手的脸色立马难看起来，我连忙把贾圆圆护在身后。哥，他真的不会喝，我替他喝。秦手眯着眼打量我，几秒后，他摆摆手，行，你替他喝3杯。我没说话，端起杯子喝了下去。宴席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宾客们陆续散去，秦手还在跟几个朋友划拳吹牛。我跟贾圆圆准备走，刚站起来，酒店的经理就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秦手面前，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秦先生，您看是不是先把账结一下？秦先生，您看是不是先把账结一下？秦手的笑声戛然而止，他脸上的醉意瞬间褪去大半，有些茫然地看着酒店经理。结账不急嘛，兄弟们还没喝好呢。秦先生，现在已经9点了，我们宴会厅10点要清场，您的宾客也走得差不多了。经理说着，将一张长长的账单递到秦手面前。这是您的消费总计，请您核对一下。秦手低头，目光落在账单下方那个数字上，我站的位置刚好能瞥到，总计268800元。秦手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怎么这么多？经理的语气依旧彬彬有礼，但态度不容置疑。秦先生，每一项消费都有明细的，您可以仔细核对。酒水是您亲自确认的品牌和数量，菜品也是按照最高标准上的。周围还剩下几桌秦手的工友，他们也察觉到气氛不对，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秦手和那张账单上。秦手突然转过头，死死地看着他老婆，把礼金拿过来。他老婆也慌了神，连忙从旁边拿起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秦手一屁股坐下，疯了似的开始拆红包，他老婆也赶紧坐下帮忙。老王500，二愣子200，二姨800。秦手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绝望。这些工友亲戚大多是普通人，礼金都在500到2000之间，能到1000的都寥寥无几。我的那个最后里面是6666。贾圆圆在桌下捏了捏我的手，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在提醒我，我们也该开场了。我拉着他站起来，慢慢走到主桌旁边。哥，嫂子，我们先回去了。秦手像是没听见，依旧埋头数钱。他老婆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阿哲，你再等会。他老婆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阿哲，你再等会。大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凑了过来，皱着眉看向我。阿哲，别急着走，你哥这遇到点麻烦，你当弟弟的得帮衬着点。大伯，我明天还要上班。大伯听到我的话，语气立马严厉起来。上什么班？你的事还能大过你哥现在的事吗？你看看你哥，为了浩浩，为了咱们老秦家的脸面，花了多少心思，你怎么就想着躲？我没再说话。贾圆圆往前站了一步，想说什么，也被我拉住了。大概过了10分钟，所有的红包都拆完了。秦手瘫坐在椅子上，双目无神。他老婆在旁边用计算器按了一遍又一遍，但得到的还是那个数字，一共是58600，距离268800差了整整21万。酒店经理站在一旁，面带微笑。那几个没走的工友，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悄悄地往门口挪。转眼间，偌大的宴会厅，除了我们几个核心亲戚，就只剩下酒店的工作人员。大伯面带责备地看着秦手。秦手，你这摊子准备怎么收？秦手猛地站起来，眼睛通红。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他环视一周，最后死死地盯着我。阿哲，兄弟，你帮帮我。他脸上强行挤出一个笑容，把我往宴会厅的角落里拖。贾圆圆想跟上来，我用眼神制止了他。等走到角落，秦手才松开我。兄弟，这次是哥托大了，哥没想到花销会这么大。那帮人平时称兄道弟，一到给钱的时候，一个个的都装孙子。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渴求。阿哲，咱们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从小到大，哥有口吃的，就没让你饿着。我不想再听他演戏，直截了当的开了口。哥，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哥，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秦手脸上的表情变了变，最后化为一声长叹。阿哲，你现在出息了，在城里有正经工作，不像哥就是个卖力气的粗人。这次是哥要面子，办砸了。这钱要是结不上，我不但要在工友面前丢死人，酒店这关也过不去，他们能把我告到坐牢。你得帮帮哥，全家上下现在能帮我的就只有你了。我平静地看着他。差多少？他眼神闪烁了一下，显然是在快速计算一个能让我接受的数字。还差8万。我眉头微皱，做出一个为难的表情。他看我有反应，立刻加重了语气。阿哲，只要你借我8万，让我先把酒店经理稳住，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等我下个月发了工钱，马上就还你。不，我给你打欠条，算利息都行。我看着他信誓旦旦的样子，差点笑出声，但面上还是装作为难的样子。哥，你也知道，我跟贾圆圆准备买房，钱都攒着呢，这8万不是小数目。
他连连点头，态度卑微到了极点。就当哥求你了，你看浩浩，他马上要去上大学了，我这个当爹的不能在他开学前就成了个老赖啊，这会影响他一辈子的。我沉默了很久，秦守脸上的表情也从期待慢慢变得焦躁。阿哲，你倒是说句话啊！我抬起头，迎着他急切的目光，缓缓地点了点头。哥，不是我不帮你，只是……我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的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的手机。看到我掏出手机，秦守眼睛瞬间就亮了。我就知道阿哲你最仗义了，快转给我8万，1分不能少。我就知道阿哲你最仗义了，快转给我8万，1分不能少。我没有理会秦守的催促，而是不紧不慢地开始操作手机。秦守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手机屏幕。终于，银行 App 登录成功，主页面弹了出来，但我没有直接点开转账功能，而是点开了我的账户。然后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他，举到他眼前，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我的主卡账户信息：户主秦哲，账户余额127.50元。秦守脸上的期待瞬间僵住了，他一把抢过我的手机，凑到眼前，反复看了好几遍。这绝对不可能，秦哲，你在耍我！你一个月挣7、8千，怎么可能就剩100多块钱？你骗谁呢？他的声音尖利刺耳，把宴会厅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他挥舞着我的手机，像个疯子。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等他发泄完后，伸手拿回了我的手机。哥，我骗你干什么？我每个月要还房贷、还车贷，还有家里的各种开销，我每个月的还完这些，剩下的都转给我老婆了，家里是她管钱。秦守猛地转向不远处的贾圆圆，眼神像刀子一样。你老婆贾圆圆？那你让她转8万给我。贾圆圆走了过来，站在我身边，挽住我的胳膊。她看着秦守，一脸的为难和歉意。哥，我们家的存款前几天刚订了一套学区房，交了首付，都转出去了。他的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秦守。秦守指着我们，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当然不信，但他没有任何证据。这时候大伯也走了过来，不满地看着我们。阿哲，你真没钱？我把手机递给他。大伯，我是真的没钱了。大伯看了看余额，又看了看我，最后长叹一口气，把手机还给我。你这孩子现在也是没办法了。就在这时，酒店经理走了过来。秦先生，如果您今天无法结清账款，我们只能按照公司规定报警处理了。秦守听到酒店经理的话，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怜悯，拉着贾圆圆就走出了宴会厅。坐进车里，贾圆圆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刚才我真怕自己忍不住上去跟他吵起来。我发动汽车，平稳的驶出停车场。吵什么？跟这种人没什么好吵的。我就是气不过他，凭什么理直气壮的朝你好，好像我们欠他的一样？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亲戚就是他的备用血包，他觉得需要的时候就必须给他输血，他抽不到血，自然会发疯。贾圆圆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倒退的景色。你说他接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我知道酒店不会让他走的。20多万不是小数目，报警是必然的。他为了这虚无缥缈的面子，把自己下半辈子都搭进去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走后，秦守在地上坐了很久。酒店经理的耐心终于耗尽，他挥了挥手，2个保安走了过来，一左一右的站在秦守身边。秦先生，要么去财务室结账，要么我们只能请您去派出所坐坐了。大伯想帮忙，可他1个月退休金才3000多，根本拿不出钱，他只能不停的数落秦守。糊涂啊你，没那个本事，你逞什么能？我嫂子终于崩溃了，她扑通一声跪在酒店经理面前，抱着他的腿大哭。经理，求求你了，再宽限我们几天吧，我们家真的没钱了，我们去凑，我们一定去凑。经理，求求你了，再宽限我们几天吧，我们家真的没钱了，我们去凑，我们一定去凑。秦守被他老婆的哭声惊醒，他像疯了一样开始掏手机打电话。他第一个打给了他工地的老板。王总，是我，秦守，我这有点急事，您能不能借我点钱周转一下？不多，10万就行。然而对面直接挂断了，他又打给另一个称兄道弟的工友。喂，柱子，是我这边结账差了点，你那方便不？什么？你老婆生病了？这要巧啊！他一连打了7、8个电话，然而那些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就用各种理由推脱。最后，秦守彻底绝望了。酒店经理也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直接报了警。很快，2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看到警察，我嫂子哭得更凶了，大伯也吓得不敢再说话。秦守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软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警察问明了情况，看了账单，又看了看秦守。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这是经济纠纷，你们得做个笔录，好好协商。在被带走前，秦守回头看了一眼满目狼藉的宴会厅，那眼神里充满了悔恨和茫然。第2天是周日，我难得睡了个懒觉，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我睁开眼就看到贾圆圆正坐在床边看手机。见我醒了，她立马把手机递给了我，给你看个东西。我接过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是我们的家庭微信群，此刻已经炸开了锅。最上面是我嫂子在凌晨4点多发的一段话：我们家秦守为了儿子的前程，为了老秦家的脸面，被酒店里逼债，现在还被带去了警局，而某些亲人在场却见死不救，简直就是冷血生物。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谁都看得出来，某些亲人指的就是我。这段文字下面立刻跟了好几条回复。天啊，怎么会这样？阿哲怎么回事？他不是在场吗？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哥被带走？就是，好歹是亲兄弟，就算没钱，帮忙说说好话，担保一下也行啊。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在指责我，大伯更是直接在群里对我喊话：秦哲，
你昨晚就这么走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伯？还有没有你哥？我看着这些文字，心里毫无波澜，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你看，道德绑架开始了。贾圆圆不屑地撇撇嘴，让他们说去吧，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等轮到他们自己，跑得比谁都快。我正准备放下手机，电话就响了，屏幕上跳动着2个字：老妈。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阿哲，你大伯都跟我说了，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哥？他再怎么不对，也是你哥啊。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妈，你先别激动，听我慢慢说。我怎么听你说？现在整个家族群里都在骂你，说你无情无义，白眼狼。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丢尽了。我直接打断了他的哭诉。妈，秦守办酒席花了20多万，您知道吗？电话那头沉默了，我的语气也重了一些。他找我借8万，我卡里就100多块钱，我拿什么借给他？我妈的语气软了下来，但还是在坚持。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妈，我问你一件事，3年前爸生病住院做手术，急需5万块钱，我找秦守借，他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音。那件事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当时秦守说他经济困难，拿不出钱，最后是我狠心卖掉了我爸留给我的老房子，才凑够了手术费。而那一年，秦守给自己换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还带着老婆孩子去外地旅游了。我叹了口气，语气冰冷。妈，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从那天起，我就告诉自己，这个哥我高攀不起。电话那头传来我妈压抑的抽泣声。阿哲，妈知道你委屈。妈，我不委屈，我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我跟贾圆圆辛辛苦苦攒了几年钱，准备买个小房子，安个家。这笔钱我谁都不会给，谁想打他的主意，谁就是我的敌人。我说完，直接挂了电话。贾圆圆从身后抱住了我，说出来，心里好受点了吧？对了，把我们的购房意向合同找出来，拍个照。贾圆圆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图，她立刻去卧室的抽屉里翻找。很快，她拿着一份合同走了出来。我拿出手机，对着合同拍了一张清晰的照片，然后我打开了家族群，编辑了几条信息发了过去。关于昨晚的事情，我想说明一下。大哥决定办酒席时，我曾劝阻过，但他不听。酒席结束后，大哥找我借8万，我并非不愿借，而是实在无能为力。我家的存款在上周支付了学区房的首付款。昨晚贾圆圆也已当面向大哥说明，我知道大家觉得我们是亲兄弟，我理应帮忙。但当时我父亲重病住院，急需5万元手术费，我曾向秦守大哥求助，但他当时也说经济困难，一分不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希望大家互相理解。我发完信息后，就把手机扔到了一边。过了足足有10分钟，群里才有了第一条新信息，是二叔发的。他一向比较公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阿哲也不容易。这一句话像一个风向标，立刻改变了群里的舆论导向。之前帮腔的几个婶婶，此刻都不说话了。一个堂妹小心翼翼地发了一句：原来3年前还有这事。那时候你还在上大学，秦哲他爸那场病确实花了不少钱。又过了一会，大伯在群里发了一句：秦守确实做的不对。然后他默默地把我嫂子之前发的那段哭诉长文给撤回了。这个动作宣告了秦守一家在这场舆论战中的彻底失败。贾圆圆靠在我肩膀上，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变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下他们总算没话说了吧？我关掉手机屏幕。嘴长在他们身上，他们永远有话说。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不仅保住了钱，也保住了理。从今天起，这个家里再也没有人能用亲情这2个字来绑架我们了。这场由一场升学宴引发的家庭风暴，至此才算真正尘埃落定。我在群里发的信息余波持续了整整1天，亲戚们的态度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弯。说实话，秦守这次是有点过了。阿哲劝过他，他自己不听，就是还把老房子卖了给爸看病。阿哲这孩子够意思了。3年前的事，秦守确实办得不地道，亲兄弟救命的钱都不借，现在哪还有脸再找人借钱？当天晚上，我妈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犹豫了一会，还是接了起来。这一次，她的声音里只有疲惫和愧疚。阿哲，妈白天话说重了，你别往心里去。没事，妈，我知道你也是着急。你哥回来了，酒店没难为他，但是让他签了21万元的欠条，限期3个月还清。他今天回来，就因为卖房子的事跟他媳妇吵了一架。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谁也干涉不了，也不应该去干涉。如果今天我心软了，下次他还会变本加厉，而我和贾圆圆就得再花上好几年去重新攒钱。妈，这不公平。听到这句话，我妈沉默了，最后她叹了口气。妈知道了，你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吧。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很快，学区房的审批下来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贾圆圆突然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今天下午，我妈给我打电话，说秦守的房子挂在中介了，挂了90万，比当时买的时候便宜不少。看来是急着出手，而且他老婆也在跟他闹离婚呢。那秦昊呢？秦昊现在跟他爸也闹了矛盾，正在寄宿学校住着，一天打好几小时工，就为了挣生活费。你说我们要不要帮帮他？我看着他同情的眼神，摇了摇头。现在还不是时候。对秦昊来说，经历一些磨难
未必是坏事。等他真正需要，并且是值得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出手也不迟。贾圆圆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秦昊的电话，他约我在一个公园见面。我到的时候，秦昊已经等在了公园门口。他穿着一身工作服，看样子是刚下班，还没来得及换。看到我，他立马深深的鞠了一躬。叔叔，我替我爸跟您和婶婶说声对不起，那天晚上的事我都知道了，我爸做的太过分了，我替他向您道歉。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最终还是扶住了他。这不关你的事，你没必要道歉。秦昊抬起头，眼睛有些红。那场升学宴，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我跟我爸吵过好几次，可他根本不听。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我爸找您借钱，您没借。叔叔，谢谢您。说完，他又鞠了一躬。这一次轮到我愣住了。你不怪我没有借钱给他吗？秦昊摇了摇头，眼神真诚地看着我。如果那天您把钱借给他，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他只会觉得不管捅出多大的篓子，总有人会替他兜着。我爸以前总说要让我有面子，可却让我成了所有人眼里的笑话。叔叔，我是不是很失败？我沉默了片刻，拍了拍他的肩膀。不，你不失败。你父亲给你的这一课，虽然学费昂贵，但他让你明白了，真正的面子不是靠打肿脸充胖子获得的。那靠什么？靠你自己。当你能用自己的能力让你的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时，你自然就有了面子。秦昊静静地听着，眼睛越来越亮。临走的时候，他再次对我鞠了一躬。叔叔，我明白了，谢谢你。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我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彻底长大了。他走出来的每一步都将比别人更踏实。秦守的事情渐渐被我们抛在了脑后，偶尔能从贾圆圆的妈妈或者其他亲戚的闲聊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零星消息。他的房子最终以85万的价格卖掉了，离婚时婚内财产分割，又分走了一半。秦守拿着剩下的30万，在郊区租了一间农民房。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一个被亲戚朋友当成反面教材的笑话。而关于秦昊，我们听到的却全是好消息。他偶尔会给我发微信，内容都很简单。叔叔，天冷了，注意身体。叔叔，婶婶，祝你们中秋快乐。我每次都回他，照顾好自己，钱不够了就跟叔叔说。但他从来没开口。那天我和贾圆圆挑选新家的家具时，收到了秦昊发来的照片。照片上他手里拿着一张奖状，笑得灿烂。叔叔，我拿到1等奖学金了，8000块。贾圆圆看着照片，欣慰地笑了笑。这孩子总算是熬出头了。秦昊真的有出息了，我们该为他感到骄傲。为了给新家添一些绿植，我让贾圆圆先回了家，我一个人去了花鸟市场。然而我正蹲在一个摊位前挑选文竹的时候，却被人拍了一下。阿哲，是你吗？我回过头就看见了秦守，他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笑。我刚才还以为看错了，你来买东西。给新家买点绿植。秦守点了点头，陷入了沉默。我也没有主动跟他攀谈的心思。最终，秦守叹了口气，跟我挥了挥手告别。他没有抱怨，没有卖惨，更没有提借钱。就在我们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突然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阿哲，对不起。”我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回头。这3个字迟来了太久。回到家，贾圆圆看到我买的文竹，立马兴致勃勃地给他找了个最好的位置摆放。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路上有点堵车。我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秦守的事，就让这个名字彻底的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吧。新家的装修接近尾声，我们的生活也渐渐步入正轨。然而奶奶的一场意外却打破了这份宁静。那天下午，我妈打来电话，声音里满是慌张。阿哲，你快来市医院，你奶奶从梯子上摔下来了。妈，你先别急，我马上就过去。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带着贾圆圆火速赶往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在人群的边缘，我看到了秦守，他还是那副工地的打扮，孤独地站在角落里，像一个被排斥在外的异类。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奶奶终于被推出了急救室，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需要立刻住院并安排手术。主治医生把我们家属叫到一起，讲解病情和手术方案。老人家年纪大了，手术风险很高，术后康复也是个大问题。光是进口的人工骨头就要好几万，再加上手术费、住院费、后期康复费，你们家属至少要准备10万块钱。这个数字一出来，走廊里瞬间安静了下来，亲戚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大伯作为长子，清了清嗓子，率先表态：“舅奶奶要紧，钱的事我们几家凑，我这里先拿2万。”我也拿2万。姑姑们也纷纷表示一家拿1万，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把目光绕过了站在角落里的秦守。他是长孙，按照传统，他本该是除了大伯之外出钱最多的那个人，但现在没有人指望他。秦守攥紧了拳头，脸涨得通红。我也出一份。他掏出一个破旧的钱包，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倒了出来，开始数。最后，他把数好的钱捏成一小卷，递到大伯面前。大伯，我这里只有1200，我先出这么多，等我发了工钱，我再补。大伯看着他，又看看他手里那卷皱巴巴的钱，叹了口气，最终还是没有接。你自己留着用吧。听到这句话，秦守直接就垮了，整个人晃了晃，靠在了墙上。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没有任何波澜，只是默默地拉着贾圆圆走到缴费窗口。你好，给住院部306床的周桂香预缴10万块钱住院费。窗口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办好了手续，递给我一张缴费单。我拿着那张缴费单回到走廊，直接塞到了我妈手里。妈，钱我先垫上了，
您收好单子，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奶奶安心手术。我妈拿着那张单子，满脸欣慰，周围的亲戚也都看到了这一幕，眼里满是对我的肯定和赞许。二叔走过来，重重的拍了拍我的肩膀：“阿哲，长大了，有担当了，是咱们老秦家未来的顶梁柱。”我转过头看了一眼秦守，心里最后一点关于他的印记也彻底烟消云散了。奶奶的手术安排在周一，我动用了一点自己的人脉，请了市医院最好的骨科主任主刀。术后又听从贾圆圆的建议，给奶奶转到了单人病房，还请了护工贴身照顾。这份担当，亲戚们都看在眼里。大家来看望奶奶的时候，眼里满是赞赏和敬佩。过了几天，大伯拿着几张银行卡塞进了我手里。阿哲，这是我们几家的钱，密码都写在后面了，一共是7万块。我知道不够，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我把卡推了回去。大伯，心意我领了，钱你们先收着。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奶奶安心养身体，钱的事不急，这笔钱我还能应付。你们各家也都有自己的难处，别因为这事影响了自家的生活。大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欣慰地看着我。阿哲，你比你哥，比我们这些叔伯的都有出息，有担当，以后这个家你就是主心骨。他这句话是在所有亲戚面前说的，这标志着秦家新一代里面我已经成了接班人。而曾经的接班人秦守，从我垫付了医药费之后，他就彻底成了一个透明人。他每天还是会来医院，但只是在走廊里远远地站着，不敢靠近病房。有一次，他提着一袋苹果想进病房看看奶奶，还没走到门口就被我妈拦住了。你别进去打扰他，你这身上脏兮兮的，都是细菌。秦守提着那袋苹果，尴尬地站在原地，脸憋得通红。我去看看，不说话。我妈翻了个白眼，毫不客气地数落他。你现在还有脸来？当初要不是你做成那样，现在奶奶住院，你能拿不出1分钱来吗？秦守的头一点点地低了下去，最后狼狈地转过身，逃也似的离开了。我从病房的窗户里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贾圆圆给我递过来一杯水。妈是不是话说的太重了？我接过水杯，摇了摇头。现在让他疼一次，让他彻底清醒过来，未必是坏事。现在让他疼一次，让他彻底清醒过来，未必是坏事。或许是我妈那番话起了作用，又或许是秦守自己也觉得无颜再来。从那天起，秦守再也没有在医院出现过。奶奶在医院住了1个月，身体恢复得很好。出院那天，我们一家人开着车去接她。办出院手续的时候，我意外地在缴费清单上看到了一笔1200元的缴费记录，缴费人是秦守，日期就是他提着苹果来被我妈骂走的那天下午。我拿着那张单子，沉默了很久。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缴费单收了起来。奶奶出院后，被我们接到了新家暂住。秦昊放假回来的那天，也提着大包小包来了我的新家。他给奶奶买了一件厚实的羊毛开衫，给我和贾圆圆带了他学校当地的特产。等一切都忙完，他才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郑重地递给我一个信封。叔叔，这是我这个学期攒下的钱，一共5000块，你先拿着。我皱着眉推了回去。你这是干什么？我跟你说过，你的钱自己留着花。他看着我，眼神清澈而坚定，充满了不容拒绝的真诚。不，叔叔，不一样。您为我奶奶花了那么多钱，我们家理应承担一部分。我爸他现在没能力了，那这份责任就该我来担。这是我作为秦家子孙的一份责任，请您务必收下。我没有再推辞，接过了那个信封。这份心意，叔叔收下了，但这笔钱我不动，等你将来有急用的时候，我再给你。聊完这件事后，我才问他去看过你爸了吗？秦昊脸上的神情暗淡了下来，沉默了片刻后才点了点头。我来您这之前就过去了一趟。他去的是秦守在郊区租的那间农民房。秦昊回去的时候，秦守没有一丝喜悦，只是死死地盯着他。放假了，身上有钱吗？给我500，我去买2条好烟。秦昊没有给钱，而是把给父亲郭东准备的棉衣和食物放在了桌上。爸，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天冷了，你记得穿。钱我没有，我的生活费都是自己打工挣的，还要留着下学期用。秦守闻言，脸瞬间就拉了下来。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供你上大学，现在找你要几个钱买烟都舍不得，你是不是跟秦哲学坏了？看不起我这个当爹的了？秦昊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看着。等秦守骂累了，秦昊才说了一句：“爸，你多保重。”随后转身就离开了。秦昊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神情很放松。我知道这件事在他心里已经不再是一道坎了，而是推着他往前走的动力。你做得很对，你爸那个人给他钱反而是害了他。你是他的儿子，但不能当被他吸血的血包，不然你这辈子都甩不掉他了。秦昊认真的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秦守的事。很快就到了除夕夜，客厅的电视里放着春晚，奶奶坐在主位上，气色红润，精神矍铄。我爸妈、贾圆圆的爸妈、二叔一家都围坐在一起。秦昊也留在了我家，跟着我们忙前忙后的张罗。本来家里的人对他还有点芥蒂，但他大方得体的样子，直接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我看着大家态度的转变，忍不住开口夸赞：秦昊这孩子可是我们老秦家的未来，你们可不要小看了他。秦昊不好意思的连连摆手，但大家的目光还是带着对后辈的欣赏。酒过三巡，二叔喝的有点多了，直接搂着我的肩膀感慨：二叔以前总觉得你这孩子太老实，容易吃亏，现在看来是二叔眼拙了，你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你看这房子，你看奶奶的身体，再看看浩浩这孩子，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我笑了笑，举起酒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提一杯，祝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也祝我们这个家和和美美。所有人一同举杯，温暖的灯光下，每一张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希望。饭后，大家一起看春晚，聊着家常。我在阳台透气，却看见对面楼下的垃圾处理点附近有个佝偻的身影。就在这时，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抬起头，朝我这个方向望了过来。虽然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但借着漫天烟火瞬间的亮光，我还是看清了他的脸，是秦守。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们都愣住了。秦守很快就回过神来，猛地低下头，逃也似的消失在夜色中。我摇了摇头，转身走回温暖明亮的客厅。贾圆圆正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向我走来，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怎么在外面待这么久？快进来，外面冷。我接过她手里的果盘，关上了身后阳台的门。刚刚看烟花看入迷了。转眼又是2年过去，我和贾圆圆的生活平静而幸福。我因为前2年负责的一个项目表现出色，被提拔为部门副主管，薪资水涨船高。贾圆圆在我的支持下辞职开了家花店。最让我们欣喜的是，贾圆圆怀孕了。这个即将到来的小生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和喜悦。而关于秦守，他已经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变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偶尔，我会从一些亲戚的闲言碎语里听到他的近况。据说他把当初卖房子剩下的30万，不到1年就挥霍一空，把钱花光后又回到了工地。但他好吃懒做，很快就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再后来，就没人知道他确切的消息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昊的成长，他成了他们那一届学生里最耀眼的存在。大3那年，他不仅包揽了各种奖学金，还拿下了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的1等奖。大4一开学，他就被国内一家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提前录用，年薪20万。签约那天，他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报喜：叔，谢谢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叔叔没做什么。不，您做了很多，你让我明白了，一个男人真正该追求的是什么，该守护的又是什么。您是我人生的榜样。挂掉电话，贾圆圆正抚摸着肚子，温柔地看着我。秦昊这孩子真出息了，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爷爷奶奶了。我点点头，走过去，从背后轻轻环住他。是啊，他走上正轨了，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相拥着站在窗前，窗外阳光明媚，岁月静好。我本以为秦守这辈子都不会再和我们有任何牵扯，但一个来自市急救中心的电话又将他拉回了我们的视线。电话那头是一个公式化的女声：“你好，是秦哲先生吗？这里是市急救中心，我们这边接诊了一位名叫秦守的病人，您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被标注为弟弟，病人情况非常危急，需要立刻手术，请问您能过来一趟办理一下相关手续吗？我的心沉了一下，立刻把这个消息发在了家族群。家族群里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二叔先发了言：“他这是自作孽啊！”阿哲，这事你怎么看？我没有立刻回复，而是把电话打给了正在外地出差的秦昊。电话里，我把情况原本地告诉了他。电话沉默了很久很久，秦昊才开口：“叔叔，我知道了，您还有家里的长辈们都不用管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你一个人行吗？”秦昊的声音很冷静：“没事的，叔叔，他毕竟是我父亲，我今晚就坐最晚的一班高铁回来。”挂掉电话，我把秦昊的决定转达给了家人。家族群里又是一阵沉默，最后大伯发话了：“既然浩浩要回来处理，我们就都别插手了。阿哲这些年帮的够多了，我们谁也没资格再要求他做什么，一切都让浩浩自己决定吧。”这番话算是给这件事定了性。第2天中午，我在医院见到了秦昊，他眼里满是红血丝，显然一夜未眠。他已经办好了所有的手续，并用自己工作后攒下的第一笔工资支付了手术的全部费用。他带我走到重症监护室的窗前，指着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命是保住了，但是医生说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往后的日子只能在病床上躺着了。我给他请了一个护工，预交了3个月的费用，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我明天一早就要回公司，这边就拜托护工了。”我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已经做得够好了，走吧，去叔叔家吃顿饭，好好睡一觉。”不了，叔叔，我还有点事要去办。我没再强求，待了一会就离开了医院。后来我才知道，秦昊要去办的事是把他的户口迁出来。办完后，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叔叔，我走了，从此以后我只是秦昊，一个靠自己打拼的普通人。谢谢您，也替我谢谢婶婶和奶奶，是你们让我有了一个可以回去的家。”我看着这条信息，心里五味杂陈。秦昊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了与过去的最后一丝联系，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全新的开始。第2年，我和贾圆圆的儿子小名叫安安，也满1周岁了。我们在新家里办了一场温馨的周岁宴，来的都是至亲。奶奶坐在沙发的主位上，怀里抱着她的重孙子安安，笑得合不拢嘴。秦昊也特地从外地赶了回来，他给小安安带来了一份厚礼，一套他亲手用代码设计的可以进行人机对话的智能积木。贾圆圆抱着儿子，开心地逗弄着：“小安安，以后可得像你浩浩哥一样，当个大学霸。”看着眼前这幅景象，我妈忽然有些感慨：“这才是真正的日子，这才是真正的喜事，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比什么都强。”二叔也在一旁点头附和：“可不是嘛，阿哲现在就光是站在这，谁不敬他3分？”到了抓周仪式的时候，亲戚们把准备好的书本、画笔、算盘、印章等东西在安安面前铺开。小家伙在地上爬了一圈，径直爬到秦昊脚边，一把抓住了秦昊放在地上的笔记本电脑。秦昊笑着把安安抱起来，在他粉嫩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好小子，有眼光。”我看着这一幕，
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暖意和感激。这个被我从泥潭里拉回来的少年，如今已经成长为可以为我的儿子指引方向的榜样。宴席散后，我送秦昊去高铁站，秦昊目光平静地看着进站的列车。叔叔，我以后不会再去看他了，我帮他还清了债务，每个月给他抚养费，已经是我能做的极限，剩下的路只能他自己走了。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临上车前，秦昊回过头，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叔叔，再次谢谢您，如果没有您，我可能会成为我爸那样的人。是您让我知道，人生还有另外一种活法。我扶起他，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以后你就是安安的榜样。秦昊重重地点了点头，上了车。送走秦昊后，我转身离开了车站。刚坐进我的车里，就接到了贾圆圆的电话。老公，回家路上顺便买点尿不湿，家里的快用完了。我笑着回应，交给我就放心吧，老婆大人，还有什么要买的吗？没有了，你路上开车小心点。放心，我会的。电话里传来儿子咿呀呀的叫声和贾圆圆温柔的笑声，我的心里瞬间被一种名为幸福的情绪填满。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我为了自保，把钱全部转给老婆的那个夜晚。那一夜，我看似输掉了面子，输掉了亲情，可如今看来，我守住了我的底线，守住了我的家，也因此赢得了我想要的一切。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当家人需要你时，你那份毫不犹豫的担当。我握紧方向盘，踩下油门，向着那片属于我的最温暖的万家灯火飞驰而去。